第30章。后果。切斯特太太的集市办得既雅致又高级，附近的年轻姑娘们都把能受邀照看一个摊位视作莫大的荣幸，个个都渴望参与。对大家来说，幸运的是，切斯特太太请求艾米玛奇协助，却没有邀请乔。乔当时正处在一个骄傲的时期，还需要经历一些挫折才能学会让他那有些生硬的态度变得柔和一些。傲慢又无趣的马奇家姑娘就这样被冷落了，而艾米玛奇则因其才华和高雅的品味得到了回报，受邀负责艺术品摊位。艾米非常高兴，立刻着手搜集有价值且适合展览的作品。一切进展顺利，直到集市开幕那天，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当25位年轻和年长的女性试图共事时，尽管她们可能心存芥蒂或偏见，这类小摩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梅切斯特对艾米玛奇心怀妒忌，觉得艾米比自己更受欢迎，而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更是加剧了他的这种情绪。艾米玛奇的钢笔素描完全盖过了梅切斯特画的花瓶的风头，这是插在他心上的第一根刺。如果这还不够，那位颇有影响力的兜铎先生在当天结束时的派对上与艾米跳了4次舞，却只与梅跳了1次，这成了第2根刺。但最让他感到受辱，并以此为借口表现出敌意的，是他听到的一个谣言，说马奇姐妹在兰姆家嘲笑了他。这当然都怪乔，他那惟妙惟肖的挖苦模仿实在太明显了，而淘气的兰姆一家又没能守住秘密。然而，这2位被议论的姑娘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不难想象艾米的懊恼之情。开幕前一天下午，当艾米正在给漂亮的摊位做最后的修饰时，切斯特太太因女儿据称受到嘲弄而深感伤心，走了过来，用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和冰冷的眼神说：“亲爱的，有些年轻姑娘觉得这个摊位不由我的女儿们负责不太合适。这无疑是最显眼的摊位之一，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士认为它是集市上最重要的摊位，因此由我的女儿们负责最为合适。我很抱歉，但是我知道你对这项事业非常热心，我相信你不会让小小的个人失意影响到你。如果你愿意，可以负责另一个摊位。”切斯特太太原以为说出这番话会更容易些，但真到了开口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很难表现得自然，因为艾米正用一种天真无邪的眼神注视着她，眼神里充满了真实的惊讶和忧虑。艾米玛奇怀疑这个决定背后另有隐情，但又猜不出是什么。她声音细若游丝地说，显然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也许您宁愿我不负责任何摊位吧？哦不，亲爱的，请别记恨我，求你了。你看，这纯粹是实际操作的问题。我的女儿们很快就要接手组织工作了，我觉得这个摊位最适合她们。我认为你做得非常好，非常感谢你费心把它布置得这么漂亮。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克制自私的想法。我会安排你负责另一个摊位。你愿意负责鲜花摊位吗？那是小姑娘们布置的，她们现在有点泄气。你可以把它弄得很出色，而且鲜花摊位总是很吸引人的。梅切斯特补充道，尤其是能吸引男士们。他那一尾深长的眼神让艾米玛奇立刻明白，自己突然失宠都是拜他所赐。艾米气得涨红了脸，但宁愿对梅的嘲讽充耳不闻，出人意料的和气的回答说：“切斯特太太，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如果您希望如此，我现在就离开这个摊位，去照看鲜花摊位。”梅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把你的东西放到你的桌上。”
看到艾米用来装饰摊位的那些漂亮的彩绘贝壳和精美的手绘彩饰文本时，没有些后悔了。他这话并无恶意，但艾米却不领情，不假思索地反驳道：“当然，如果他们碍你的眼，我就把他们拿走。”说完，他慌乱地把那些装饰品收进围裙里，然后离开了，感到自己和自己的作品都遭受了不可原谅的侮辱。他现在生气了。哦，妈妈，我真希望当初没让你去跟他谈。梅沮丧地看着桌上空出来的地方，懊悔地说道。他的母亲说，女孩子之间闹别扭不会持续太久的。他因为介入了这场小摩擦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小姑娘们热情地迎接了艾米和她带来的宝贝。这份热情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她的不安。既然无法在艺术品上取胜，她便下定决心要在鲜花上取得成功。然而，似乎一切都在跟她作对。时间不早了，她身心俱疲，大家又都忙得不可开交，没人能帮她一把。而那些小姑娘们更是帮倒忙，她们吵吵嚷嚷，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非但没帮忙整理，反而把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用常春藤搭成的拱门摇摇欲坠，当他们把花篮装满鲜花时，那拱门仿佛随时都会塌到他们头上。有人不小心把颜料溅到了装饰用的丘比特神像上，在他脸颊上留下了一滴深褐色的泪痕，怎么也擦不掉。他自己不小心用锤子砸到了手指，工作时又着了凉，让他担心第二天会不会生病。我相信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读者都能体会可怜的艾米的感受，并希望她能顺利度过这个难关。那天下午，当他在家里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大家都非常气愤。他的母亲说那太过分了，并肯定了他的做法。贝斯宣称自己不打算去那个集市了。乔则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所有漂亮的作品都拿回来，让那些刻薄的人自己去想办法。他们刻薄，不代表我也可以刻薄。我讨厌这种事，虽然我知道我有权感到委屈，但我不想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样做，比起发表一通愤怒的演说或心怀怨恨的反击，更能给他们一个教训。您觉得呢，妈妈？母亲说，这才是最好的态度。亲爱的，你的抱怨总是更可取的，尽管有时候我们很难做到。他说话的口气，像是深知说到和做到之间的区别。尽管愤怒和报复的诱惑很强烈，艾米马奇仍然坚定地决定用善意去征服他的敌人。他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这多亏了一个出乎意料却又恰到好处的无声提醒。那天早上，当小姑娘们去装满花篮，而他正在装饰桌子时，他拿出了自己最心爱的作品，一本书。这本书古老的封面是他父亲从他的珍藏中找到的。他在仿羊皮纸上用精美的图案装饰了各种文字。当他心满意足地翻阅这本装饰华美的书时，目光停留在一行让他沉思的诗句上。这行字被框在一个由红色、蓝色和金色组成的闪亮花环中，花环里画着小精灵们在荆棘与鲜花丛中互相帮助攀爬的景象，上面写着“爱人如己”。我应该这样做，但我没有做到，艾米马奇心想，同时看着梅那张不满的脸。梅的脸从一些花瓶间露出来，那些花瓶即使再大，也无法填补艾米的小作品留下的空白。艾米继续翻阅着手中的书，每一页上，他都能找到一些话语，提醒他自己已经硬起了心肠。他的态度并不友善。我们每天在街上、学校、工作单位和家里，都会不知不觉地听到许多充满智慧和真理的教诲。
即使是集市上的一个摊位，当他传递给我们安慰人心且永不过时的良言时，也能变成一个讲坛。艾米的良知借着这段文字给了他一个小小的训诫，而他做了我们其他人不常做的事。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他，并将领会到的信息付诸实践。一群年轻姑娘在梅的摊位前停了下来，欣赏着装饰摊位的精美作品，并议论着负责人更换的事情。他们窃窃私语，艾米玛奇听得出他们在谈论自己，并且根据他们所知的片面之词来评判他，这让他感觉不舒服，但他内心充满了善意。当他听到梅痛苦的抱怨时，他证明自己善意的机会来了。真糟糕，我已经没时间再准备别的东西了，我也不想随便拿些什么来填补这些空白。这个摊位本来布置得非常好，现在却一团糟。其中一个年轻姑娘说，我想，如果你开口请她帮忙，她会把东西都放回去的。梅刚开口说，我们闹出这样的事，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她帮忙呢？但话没说完，就被艾米玛奇用非常友善的语气打断了。你想用我的东西尽管用，不必问我。我正想着把它们送给你呢，因为它们是为你的桌子做的，不是为我的。放在那儿才合适，给你，请收下吧。也请原谅我昨晚态度不好的把它们拿走了。艾米玛奇一边说着，一边把那些作品放回原处，周围的人们纷纷点头微笑。做完这些，他便匆匆离开了，因为他觉得做件好事比等着别人道谢要容易得多。一个年轻姑娘感叹道：“真是个好心人，你们不觉得吗？”艾米玛奇没有听到梅的回答，但另一个年轻姑娘无疑是准备了太多柠檬水，让她脾气有点暴躁了，发出了一声很不悦耳的窃笑后补充道：“好心，他肯定是意识到这些东西在他的摊位上根本卖不出去吧。”艾米玛奇感觉受到了打击。当我们做出牺牲时，至少会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有那么几秒钟，艾米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断定好心未必有好报。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很快就明白了，她的心情立刻好转，她那双巧手装饰的摊位也兴旺起来，小姑娘们也变得更加友善，仿佛她那无私的举动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净化了周围的气氛。那是非常漫长的一天，对艾米玛奇来说尤其艰难，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坐在摊位后面。小姑娘们很快就溜走了，而且夏天里很少有人对买花感兴趣。她精心准备的漂亮花束，远在傍晚来临之前就开始枯萎了。艺术品摊位是整个大厅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桌子周围总是挤满了人。女售货员们神气活现地来来往往，手里拿着钱箱。艾米玛奇偷偷地瞥着那边，渴望能待在那个让她感到舒适和快乐的地方，而不是无所事事地缩在一个角落里。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种情况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美丽快乐的年轻姑娘而言，这种经历除了乏味之外，更是一种折磨。一想到家人和老李下午来逛集市时可能会看到他这副模样，他就觉得备受煎熬。他直到晚上才回家。到家时，他脸色苍白，沉默寡言。即使他没有抱怨或解释什么，大家也都明白他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天。第二天早上，母亲给他端来一杯茶以示鼓励，贝斯帮他穿好衣服，把他的头发梳成漂亮的辫子，而乔则出人意料地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切，并宣布情况很快就会好转，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没人明白他到底指的是什么。乔，我求你别做什么傻事。
我不想再小题大做了，所以你试着把这件事忘了。冷静点。艾米玛奇一早出门时恳求道，他希望能找到些新鲜的花来装点他的摊位。乔解释道，我只是想尽量让大家都开心，让他们在你的摊位前多待一会儿。泰迪和那帮小伙子们会帮我的，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他说着，从栅栏上方探出头去，看老李来了没有。不一会儿，他听到了朋友的脚步声，便跑去迎接他。这是我的小伙子吗？就像这是我的姑娘一样肯定。老李说着，把乔的手挽在自己的臂弯里，那神情仿佛一个心满意足的人。哦，泰迪，发生了一些事。乔带着兄长般的热忱，向他讲述了艾米玛奇不得不面对的困境。老李热情高涨地加入了进来，大声说道：“我的一些朋友会过来和我待一会儿，要是我不能让他们把摊位上的花全买光，并且整个下午都驻扎在那张桌子前，就让我吊死算了。”乔不悦地说。艾米说，不是所有的花都还好，而且新鲜的花可能也送不到。我不想把人想得太坏，但如果那些花根本就没送到，我一点也不会奇怪。一个人要是做了件坏事，很可能还会做第二件。难道海斯没有把我们花园里最好的花给你们吗？我吩咐过他了。我不知道。我想他忘了，因为你祖父身体不好，我不想去打扰他，请求允许。虽然我们确实很需要那些花。得了吧，乔，你真的认为你需要请求允许吗？那些花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们难道不是凡事都平分吗？老李用那种总能惹得乔炸毛的语气说道。天哪！我可不希望这样。你有些东西要是劈成两半，对我来说可一点用都没有。不过别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得帮帮艾米。快去打扮一下，我要你看起来光彩照人。如果你能帮我个忙，让海斯为集市准备些漂亮的花，我会永远感激你的。老李用暗示的口吻问道：“你现在不能感谢我一下吗？”乔的回应是毫不客气地当着他的面砰地关上了门，相当粗鲁，同时隔着栅栏的栏杆朝他喊道：“走开，泰迪，我忙着呢。”多亏了这些密谋者，那天下午，局势果然扭转了。海斯剪下一些非常漂亮的花，把它们插在一个篮子里，做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花束摆设。马奇全家都来到了集市，乔也超额完成了他的目标，因为人们不仅涌向艾米的摊位，还都围在摊位前，被他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欣赏着艾米的品味，看起来玩得非常开心。老李和他的朋友们也风度翩翩地加入了战斗，他们买下了花束，守在摊位旁，把那个角落变成了集市上最热闹的地方。艾米感到轻松自在，心怀感激，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和优雅。就这样，这位年轻的姑娘明白了，行善本身就是一种回报。乔的行为堪称楷模。当艾米被他的护卫队簇拥着，幸福不已时，乔便在会场里四处走动，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这才明白了切斯特一家态度转变的原因。他为自己在这件事中所犯的过错感到后悔，决定尽快澄清事实，好让艾米摆脱所有嫌疑。他还知道了妹妹前一天所做的事情，认为她树立了宽宏大量的榜样。当他经过艺术品摊位时，他瞥了一眼，想找妹妹的作品，但一件也没看到，便以为是梅把它们藏起来了。乔很容易原谅别人对他个人的冒犯，
但却很难忘记任何针对他家人的侮辱。早上好，乔小姐，艾米怎么样了？没用和解的语气问道。他想表明自己也能做到慷慨大度。他把所有像样的东西都卖光了，现在玩得很开心。你知道，鲜花摊位总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对男士们。乔忍不住说了这句刻薄话，但梅却温顺地接受了，这让乔立刻感到后悔，并转而称赞那些没卖出去的漂亮花瓶。艾米的作品在哪儿？我想给爸爸买一件，乔说道。他非常想知道梅是如何处理他妹妹的作品的。梅解释说，艾米的东西早就卖光了，我亲自负责让合适的人看到它们，我们因此赚了不少钱。和艾米一样，他也学会了克制某些冲动。乔非常满意，跑去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艾米得知梅的行为和话语后，既激动又惊讶。好了，先生们，现在我请你们去别的摊位尽你们的义务，要像对我一样慷慨，尤其是在艺术品摊位。他对泰迪帮姑娘们，如此称呼老李的大学朋友们，下令道：冲啊，小伙子们，冲啊！去履行你们作为绅士的职责，把你们的钱变成艺术品吧。当那群人准备向敌方阵地发起进攻时，乔忍不住喊道：您的愿望就是命令。不过马奇小姐可比梅有价值多了。小帕克试图表现得既友善又机智。老李打断他，说道：对一个小伙子来说，这话说得还不错。同时像长辈一样拍了拍他的头。买下那些花瓶，艾米对老李小声说，想给他的敌人最后一课。令梅欣喜的是，劳伦斯先生不仅买下了那些花瓶，还抱着他们在整个大厅里转了一圈。其他绅士们也以同样的热情购买了各种各样的物品，然后他们便提着蜡花、手绘扇子、金属丝文件夹以及其他既实用又得体的购物品，在集市里逛来逛去。卡罗尔姑妈也在场，当她得知发生的事情后，非常高兴，并对马奇太太耳语了几句。马奇太太满意的笑了笑，带着一种夹杂着骄傲和不安的神情看着艾米，尽管她直到几天后才透露自己高兴的原因。所有人都认为这次集市非常成功。当梅向艾米马奇道晚安时，他的语气不再像往常那样做作，而是给了他一个充满爱意的吻，仿佛在说：请原谅我，把发生的事都忘了吧。艾米也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当他回到家时，发现壁炉架上摆着一排花瓶，每个花瓶里都插着一束鲜花。老李夸张地宣布：奖给您的高尚品格，马奇小姐。乔在晚上给妹妹梳头时，由衷地说道：你的原则、你的慷慨和你的高尚情操，都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艾米。你做得非常好，值得我所有的敬佩。贝斯躺在枕头上，补充道：是的，我们都为你感到非常骄傲，也非常感激你的宽容。在你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投入了全部精力之后，却不能卖掉自己的作品，那一定很难受。我想我做不到像你那样好的应对。姑娘们，我不值得这么多赞扬，我只是做了我希望别人会对我做的事。你们总笑我说想成为一位淑女，但我的确打算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成为一位淑女。我每天都在尽我所能去实现这个目标。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我希望能超越那些让许多女性变得不好的卑劣、怪癖和缺点。我还差得很远，但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成为像妈妈一样出色的女性。艾米马奇的话是真诚的，乔深情地拥抱了她，
同时说道：“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再也不会取笑你了。你实现目标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我会把你当做良好教养的榜样，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位真正的专家。继续努力吧，亲爱的，总有一天你会得到你渴望的奖赏。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会是最高兴的人。”1周后，艾米玛奇得到了他的奖赏，而可怜的乔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卡罗尔姑妈寄来一封信，玛奇太太读信时脸上容光焕发。乔和贝斯当时在她身边，便问她有什么好消息。卡罗尔姑妈下个月要去欧洲，她想让她带我去。乔激动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打断了她的话。不，亲爱的，不是你，是艾米玛奇。妈妈，艾米玛奇太年轻了，应该轮到我先去。我早就梦想着这次旅行了，这对我大有裨益。那太棒了，应该是我去。恐怕不行了，乔。姑妈选择了艾米玛奇，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商量的余地，而且她这样帮我们，我们也不能反对她。总是这样，艾米玛奇去享乐，而我却得工作，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乔激烈地喊道。恐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你自己的错，亲爱的。姑妈那天跟我谈起这件事时，解释说她不喜欢你那些粗鲁的习惯和你的独立。她似乎还引用了你的一句话，她说：“起初我考虑过乔，但是既然他讨厌别人帮他的忙，而且法语在他看来是一种可笑的语言，我想邀请他不是个好主意。艾米玛奇要温顺得多，他会成为弗洛的好旅伴，并且会珍惜这次旅行提供的机会。”哦，我这该死的口无遮拦！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呢？乔回想起那些让他倒霉的话，懊悔地呻吟道。听完女儿解释姑妈引用的那句话后，玛奇太太伤心地说：“我本非常希望你能去，但这次是没办法了。试着想开些，别用你的指责和抱怨来破坏艾米的快乐。”我会尽力的。乔答应着，使劲眨着眼睛想忍住眼泪，同时捡起被他鲁莽地扔向空中的针线篮。不，我会做得更好，我会学习他的榜样。与其假装快乐，不如努力去感受快乐，不剥夺他一丝一毫的喜悦，即使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非常难过。可怜的乔在他的针垫上滴下了几滴心酸的泪水。乔，亲爱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自私，但我不能没有你。我很高兴你暂时还不会离开。贝斯小声说着，连同针线篮一起拥抱了他。那拥抱是如此的甜蜜和充满爱意，乔感到些许安慰。尽管他非常后悔，并渴望恳求卡罗尔姑妈用帮助来麻烦他，好让他证明自己可以多么感激。当艾米玛奇终于到家时，乔已经能够和家人一起分享喜悦了。也许不像往常那样真诚，但至少没有为妹妹的好运而悲伤。这位年轻的姑娘收到这个消息时欣喜若狂，立刻一本正经地开始把她的颜料和铅笔装进箱子，把衣服、钱和护照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留给那些不像她那样专注于艺术的人去操心。她一边擦拭着自己最好的调色板，一边严肃地说：“姑娘们，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的职业未来将由此决定。如果我有天赋，我会在罗马找到他，并且我会做出一些事情来证明他。”乔的眼睛依旧红肿，他正在为艾米玛奇缝制新的衣领。他问道：“如果你没有呢？”这位有抱负的名人平静地回答说：“那么，
我会回家，以教化为生。然而，当他想到这种可能性时，他做了个鬼脸，更加用力地刮着调色板，好像准备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避免放弃他的梦想。不，你不会那样做的。你讨厌工作，你会嫁给一个有钱人，在奢侈品中度过余生。乔评论道。有时候你的预测是对的，但我不认为这次会是这样。当然，我很乐意那样做，因为如果我不能成为艺术家，我想帮助那些有能力成为艺术家的人。艾米玛奇笑着说，仿佛慷慨女士的角色比贫穷的绘画老师更适合她。乔叹了口气说，哎，如果你想要那个，你就会得到那个。你的愿望总是会实现的，而我的愿望永远不会。艾米玛奇若有所思地用画刀抵着鼻子问道，你想去吗？非常想。好吧，几年后我会给你寄一张票，然后我们会在古罗马广场挖掘考古遗址，并实施我们多次讨论过的计划。谢谢你。如果那个幸福的日子到来，我会记住你的承诺。乔回答道，他接受了这个模糊但很棒的提议，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来准备这次旅行，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工作，直到出发的那一天。乔很好地承受住了压力，直到最后一抹蓝色的丝带从视线中消失，然后他躲到了阁楼里，痛哭了一场。另一方面，艾米玛奇也很好地承受住了压力，直到船即将起航。在那一刻，当他意识到很快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海洋将他与他最亲爱的人分开时，他紧紧地拥抱了老李，并呜咽着恳求他，请替我照顾好所有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老李低声说，我会的，亲爱的，我会的。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会去你身边支持你。他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必须履行他的承诺。就这样，艾米玛奇启程前往旧世界。对于年轻的眼睛来说，旧世界总是显得新颖而有吸引力。他的父亲和朋友留在码头上，希望命运只会给这个心地善良的年轻女孩带来美好的经历。他不停地挥手，直到地平线上只剩下夏日阳光在海面上的倒影。